心经是佛教中最为精髓和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一，很多人喜欢诵读心经，但对其中的深奥含义却很难真正参透。有人说心经讲的就是空，可是有着文殊菩萨化身之称的慧律法师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一次，慧律法师在为信众开示时谈到了心经的精髓所在。大家都知道心经讲空，可我要告诉你们，心经最重要的不是空，而是另外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才是真正通往开悟境界的关键。听到这番话，在场的信众都露出疑惑的神色。心经不是讲空吗？那慧律法师说的两个字又是什么呢？慧律法师微笑着继续说道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，但在告诉你们答案之前，我想先讲一个故事，也许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。原来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年轻的修行者，他对佛法有着极大的热忱，每天诵经礼佛，勤奋修行，可就是觉得自己离开悟的境界还很遥远。一天，他听说山中有位得道高僧，就千里迢迢去拜访，希望能得到指点。当他见到高僧时，高僧正在院中扫地。年轻修行者上前恭敬地行礼，然后说明了来意。尊者，我日夜苦修，可就是不得开悟之法，还请尊者指点迷津。高僧停下手中的扫帚，打量了他一番，问道，你平日里都修习什么？年轻人如实回答，弟子每日诵经礼佛，勤修戒定慧，可就是不得其门而入。高僧笑了笑，说，那你现在把心经背诵一遍给我听听。年轻人欣然应允，立刻开始背诵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他一口气背完整部心经，言语流畅，没有一丝停顿。背完后，他抬头看向高僧，眼中满是期待，希望得到赞许。高僧却摇了摇头，你背得很熟练，可惜还是不得要领。年轻人顿时愣住了，不解地问，尊者，弟子背得一字不差，哪里不对了？高僧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问道，你刚才背诵的时候，可曾留意过自己的心念？年轻人想了想，摇头道，弟子只顾着要把经文背对，倒是没留意其他。高僧意味深长地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你只是在用嘴巴念经，却没有用心去体会。心经虽然只有260个字，可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无上的智慧，如果只是机械的背诵，又怎能领悟其中的真谛呢？年轻人听罢恍然大悟，他跪下叩首，诚恳地说，多谢尊者点拨，弟子受教了。那该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心经的奥义呢？高僧微笑着说，从今天起，你每天只诵一遍心经，但要仔细体会每一个字的含义，用心去感受，用智慧去思考。记住，重要的不是你能背诵多少遍，而是你能领悟多少。年轻人听从了高僧的教诲，从此改变了修行方式。他每天只诵一遍心经，但每次诵读都全神贯注，细细品味每一个字的意义。渐渐的，他开始有了新的感悟。有一天，当他读到照见五蕴皆空这句时，突然如醍醐灌顶，心中豁然开朗。他终于领悟到，原来空不是虚无，而是看破一切虚妄，看到事物的本质。从那以后，这位年轻修行者的境界突飞猛进，终于踏上了开悟的道路。讲完这个故事，慧律法师环视四周，看到信众们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便继续说道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修行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实质。心经的精髓不在于你能背诵多少遍，而在于你能领悟多少。现在我来告诉大家，心经中最重要的2个字是什么？此时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竖起耳朵，生怕错过这个重要的答案。慧律法师慢慢地说道，这2个字就是关照。关照2字一出，在场的人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慧律法师解释道，心经全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开篇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里的观和照就是关照的意思，关照就是用智慧的眼光去审视自己，
观察世间万物的本质。它不是用眼睛去看，而是用心去感受，用智慧去洞察。当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观照时，就能看破一切虚妄，领悟空的真谛。慧律法师的话让在座的人都陷入了沉思，他们开始明白为什么自己念了那么多遍心经，却总觉得没有真正领悟其中的奥义。这时，一位信众举手提问：法师，我们该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观照呢？慧律法师欣慰地点点头，说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观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，它需要长期的修行和练习。我给大家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知，不论是行住坐卧还是吃饭穿衣，都要时刻留意自己的心念，观察自己的念头从哪里来，又往哪里去。第二，对周围的事物保持好奇心，不要把任何事情都看得理所，要时常反问自己，这是为什么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第三，在念诵心经时要全神贯注，不要只是机械的背诵，而要细细品味每一个字的含义，试着去感受经文背后的智慧。第四，经常反省自己，每天睡觉前花点时间回顾当天的所作所为，观察自己的心念变化，要学会放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看不清事物的本质，是因为被自己的执着蒙蔽了双眼。只有学会放下，才能真正的观照。听完慧律法师的讲解，信众们都若有所悟，他们开始明白，原来心经的精髓不仅仅在于空，更在于如何通过观照来领悟空的境界。慧律法师最后总结道，心经虽然只有短短的200多字，但它包含了无上的智慧。通过观照，我们能够看清世间的本质，超越烦恼，获得真正的解脱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习观照的功夫，相信终有一天，你们都能领悟到心经的真谛，达到开悟的境界。讲座结束后，信众们都感到受益匪浅，他们开始意识到，原来修行不是简单的诵经礼佛，而是要真正用心去体会，用智慧去关照。从那天起，许多人改变了学习心经的方式，他们不再追求背诵的次数，而是更加注重对经文的理解和感悟。有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观照，有人则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。渐渐的，他们发现自己的心境变得更加平和，对生活的理解也更加深刻。这次开示不仅让信众们对心经有了新的认识，也让他们明白了修行的真谛。慧律法师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许多人的修行之路。对于更深层次的佛法智慧，慧律法师还有更多的见解。他认为，要真正理解心经的奥义，仅仅明白观照的重要性还不够，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概念，是贯穿整部心经的核心。慧律法师说，大家可能会问，如果观照如此重要，为什么心经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2个字呢？这是观照只是修行的方法，而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心经的核心是要让我们领悟到一个更加深奥的道理。听到这里，信众们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。既然观照只是方法，那么心经真正要传达的是什么呢？慧律法师没有立即揭晓答案，而是问道，大家还记得心经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吗？有人答道，是无字吧，好像出现了很多次。慧律法师点点头，没错，心经中反复出现无字，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明，亦无明尽等等。这个无字正是心经要传达的核心。但是慧律法师话锋一转，这个无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没有的意思，它有一个更加深奥的含义。这个含义就是心经最重要的奥秘所在。听到这里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慧律法师揭晓谜底。就在这时，慧律法师却微笑着说，这个奥秘不是我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的，它需要大家用心去体会，用智慧去参悟。今天的开示就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深入探讨这个话题。信众们听后虽然有些失望，
但也明白佛法的奥义不是一蹴而就能领悟的。他们纷纷向慧律法师表示感谢，并期待下次的开示。离开讲堂后，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慧律法师所说的话。他们开始意识到，心经的奥义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深奥得多。这次开示不仅让他们对心经有了新的认识，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索佛法真谛的热情。慧律法师所说的心经最重要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无字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？这些问题仍然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，等待着下次开示来揭开谜底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信众们都开始更加认真地学习心经，他们不再只是机械的背诵，而是试图去理解每一个字的含义。特别是对于无字，他们格外留心，希望能从中找到慧律法师所说的奥秘。有的人开始查阅相关的佛教典籍，试图找到更多关于无的解释；有的人则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观照，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领悟无的真谛。还有一些人选择静坐冥想，试图在内心深处找到答案。1周后，慧律法师如约举行了第2次开示。这一次，讲堂里挤满了渴望求知的信众，比上次还要多出不少。慧律法师看到大家热切的眼神，欣慰地说：“看来大家这段时间都在认真思考我上次说的话啊。那么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开心经最重要的奥秘。”听到这里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。慧律法师缓缓说道：“心经中反复出现的无字，其实指的就是空。但这个空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没有或虚无的意思。在佛法中，空是一个非常深奥的概念，它指的是万事万物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散去而灭，这就是所谓的诸法空相。”慧律法师接着解释道：“比如说，我们看到一朵花，这朵花是由种子、阳光、水、土壤等诸多因缘和合而成的。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条件，这朵花就不会存在。我们说这朵花是空的，它没有独立不变的本质。再比如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的概念，但是这个我是由身体、思想、情感等多个因素组成的。如果去掉这些因素，还有我存在吗？佛法说我也是空的。”听到这里，有些信众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，但更多的人还是一脸困惑。慧律法师看出了大家的疑惑，继续解释道：“我知道这个概念很难理解，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吧。大家都看过电影吧？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会觉得荧幕上的人物和故事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会为主角的遭遇而喜怒哀乐。但是如果我们走到荧幕后面去看，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画面都只是光影的投射。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像一部电影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，所经历的一切，都像是荧幕上的影像，它们看似真实，但本质上都是空的，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”慧律法师的这个比喻让很多人恍然大悟，他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心经中会反复强调无或空。但是还有人提出了疑问：“法师，如果一切都是空的，那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吗？我们还需要努力吗？”慧律法师笑着说：“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理解空的道理，并不是让我们否定现实生活，而是要让我们以更加智慧的方式来面对生活。当我们理解了空的道理，就不会过分执着于得失，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。我们会明白，一切荣辱得失都是暂时的，都会随着因缘的变化而改变。这样，我们就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。理解空的道理，也能让我们更加慈悲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每个人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都在经历着苦乐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更容易理解他人，宽恕他人。”慧律法师的这番解释让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深思，他们开始明白，原来心经讲的空不是让人消极避世，而是要帮助人们以更加智慧和慈悲的方式来生活。慧律法师总结道：“心经的核心
就是要让我们领悟空的真谛，而领悟空的方法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观照。通过不断的观照，我们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，超越表象，最终达到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。心经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空，更是通过观照来领悟空，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习，相信终有一天，你们都能真正领悟到心经的奥义，获得真正的智慧和解脱。讲座结束后，信众们都感到受益匪浅，他们开始意识到，心经的奥义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深奥，但同时也更加贴近生活。很多人表示，今后会更加认真地学习和实践心经的教导。从那天起，很多人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，他们开始学会用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，变得更加豁达和慈悲。在面对困难时，他们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，在取得成功时也不会过分得意。慧律法师的这次开示，不仅让信众们对心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，也让他们找到了一种更加智慧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智慧将会伴随他们度过人生的种种挑战，最终达到真正的解脱和自在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